这将是我这个频道的最后一个视频了。房子呢，我准备要卖了，也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最后这个视频呢，可能会有一点长，因为在这个视频的结尾，我不仅会告诉你们我美国攻心梦的全新的起点，还会向你们坦白一个我一直刻意隐瞒的秘密，就是关于我的300万美金的房贷，我是怎么申请到的。相信我，这些反转呢，绝对都会让你很意外的。首先，第一件事是关于我男友的工作。上一期视频里提到过，我男友他已经失业了，他工作的公司呢，如今有打算就是直接砍掉他们整个卡车运输这个部门，所以我男友他并没有难过太久，因为他也算是看透了吧，他开了一辈子的卡车，换来的只有无休止的不停的裁员，各个卡车公司的倒闭。既然卡车行业如今如此的脆弱，所以我男友就决定彻底要转型转行了。他想去学一门真正过硬，连 AI 都无法轻易取代的技术，就是 AMP，美国的飞机维修机械师。我男友他是一个天生的 handyman，那么他平时呢就是痴迷于拆装汽车零件和房屋的维修，各种的机械维修，他都很痴迷。虽然说2年制的航空维修培训学校的学费要高达5、6万美金，但是这个投资呢，绝对是拥有绝对的确定性和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多数培训学校的学生也都像我男友一样呢，会申请联邦学生贷款和助学金什么的。为什么我男友他最后一定要选这个飞机维修呢？给你看个最真实的数据。比如说在 COVID 疫情期间呢，跟其他的公司一样，美国各大航空公司裁掉了将近30%的飞行员和空乘，但是维修工的裁员率几乎为零，因为 FAA 有严格的规定，即使是飞机停在机库里不飞的时候呢，也必须进行强制的一些日常的维护。在这个行业里，有经验的维修师是航空公司的核心资产。航空业培训出一个经验丰富的机械师，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和资金的投入，所以绝对不会像有经验的卡车司机那样，仍然会被卡车公司随意的抛弃。那我们是住在新泽西的，这里呢有纽瓦克机场，也有停满纽约的亿万富翁私人飞机的 Teterboro 机场。刚考到刚考到飞机维修执照的起薪大约就是28到35美金每小时。在前几年呢，需要熬夜班，干重体力的，比如说引擎维修这样的工作，或者冬天在室外工作，工作环境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只要积累了3、5年的工作经验以后呢，就可以跳槽到纽约或者新泽西的 Major Airlines，或者是 Corporate Jets，基本时薪呢就能直接飙升到55到65美金每小时，甚至会更高。那这是一个只要你不犯致命错误，就永远不用担心失业的铁饭碗，可以说是铁饭碗。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我已经陪我男友去参观了好几次他准备入读的这个呃飞机机械师的培训学校，看着学校里那些直升机和中型客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全美国只有2.6%的执照飞机维修工是女性，全美国亚裔女性的飞机机械师呢，就只有0.13%。而像我这样非美国本土出生，是个新移民的亚裔女性飞机维修技工，连0.01%的比例都不到。那我这辈子呢，是连一个扳手都没拧过，飞机通讯电路系统
avionics 那些知识我也更是一窍不通。但是之前的视频里呢，我就说过，我骨子里一直有个飞行梦，但是怕体检通不过。如果我能咬牙挺过这地狱般的2年，考下那张执照呢，我也许就能成为那1/1000的美国女机械维修师女飞机机械维修师。而且如果能最终进入，比如说像 United Airlines 这样的星空联盟等这些大型的航空公司工作的话呢，员工和家属只需要交入境税，就能够到全球170多个国家免费的到处飞行。所以这$50,000多的学费买到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份未来稳定的 W2 的工作，这是我男朋友他追求的。更可能的是一个我一旦入职便可以立即开始环游世界的一个黄金的通行证。所以呢，上一次在我再次陪我男友去这个学校补交申请材料的时候，我就背着他已经提前几天在网上申请了我自己的联邦学生贷款。然后呢，我就当着我男友的面儿，跟学校的招生办要了一份我自己的入学申请表。然后我男友当时听到的时候，他完全就惊掉了下巴，半天说不出话来。没错，未来2年呢，我们2个将一起成为飞机维修培训技校的全职的学生。为了凑齐我那部分，我必须要自掏腰包那部分学费呢，我已经决定要卖掉我在新泽西的一套投资房。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坦白。首先呢，我想先聊一聊我这个 YouTube 频道，以及我一直隐瞒你们的一个真相。首先，我做这个频道本来是想分享，真实的移民生活和 Uber 的收入，但是呢，却收到了太多的嘲讽，甚至是攻击。啊、很多人说你一个低薪族怎么能有多套房呢？那你有学历，为什么不去做办公室工作呢？你干嘛非得找个没钱的老外卡车司机，不找个医生、律师呢？所以今天我就最后一次统一回答。我首先呢是一个房东，其次我才是一个 Uber 司机。我隐瞒的真相就是，我不仅仅只有视频里提到过的那2套房子。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呢，我买下了多套距离纽约曼哈顿不到20分钟车程的 multi-family 的出租房。目前我有10多户长租的租客，还有几户中租的租客，背负着超过$300万的房贷。跟很多新泽西的其他房东一样，我的房子目前，嗯、没有任何正向的现金流。我每天开 Uber 生活节俭，甚至一直借宿在我朋友家的阁楼，就是因为我目前根本就住不起我自己的房子，我只能靠着每隔1、2年的时间做一次cash out refinance 来填补我这些房贷的窟窿。有人嘲笑说 Uber 很快就会被自动驾驶取代，我不否认，但是很多人引以为傲的白领的工作，恐怕会比 Uber 更早被 AI 取代也说不定。所以为什么我之前不提其他的房子？因为嫉妒和恶评足以淹死人。随着投资房越买越多，我甚至因此失去过曾经非常要好的老朋友，就是当年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一直没有买房，或者买房又被这也就是我根本不稀罕什么医生、律师、男友的原因。我需要的是一个会维修房屋、维修水电，会讲西班牙语，能帮我管理租客，
总是有时间能帮我，在我因为开 Uber 收入低而自卑的时候，永远都不给我脸色看的男人。但我男友呢，就是那个最踏实的人了。更何况我们在连我第一套房都还没有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起了。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我的 KW 的房产中介 Jenny 段玉芝女士，她住在新泽西的 Jersey City 北新泽西，她的手机号是201-572-0409，是她这一路的神操作呢，让我这个开 Uber 多年，每天都赚不到$100的司机，在10年时间里拿到了$300多万的房屋贷款。他帮我挑的新泽西的房产呢，都增值极快，为我建立起了退休以后的财富壁垒。当然了，前提就是未来房贷付清。目前我的债务肯定是要大过财富的，所以没有 Jenny 的帮助的话，我今天可能是没有任何房贷，没有任何债务，但是我也肯定一套房都不会有的。我把段女士的联系方式放在置顶评论区，如果你找她买新泽西的房子，希望能帮我提一句。是看了那位他帮忙买过多套房的新泽西的女 YouTuber 的视频而联系到他的，因为也许明年他帮我卖房凑我的学费的时候呢，他的中介费能给我打个大折扣，那我就太感激你们了。美国的飞机维修执照 Airframe and Power Plant 是出了名的非常非常难考，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投入全部的精力、时间与金钱去备战这个 FAA 的考试。我绝对不允许网络上的任何的负面情绪对我的学业产生哪怕一丁点的消耗。所以呢，今天就是我这个频道的终点。感谢之前留言区那80%一直给予我善意和支持的观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就是10年之前，其次就是现在。那我的美国梦呢，正在开启全新的篇章，希望你们的海外生活也都能够一切顺利。也许2年之后，等我真的能成功挑战自己，考下这个 AMP 执照，成为那个1/1000的美国亚裔女飞机机械师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全新的频道里再见。谢谢你们。